找到了，还有周巡，他们上208路公交车，正在往高云桥方向走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谢谢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挤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哎，来，让让。哎，有病吧你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千万别乱动啊！哎，什么都别想，这车上人可多，我这枪一走火，不定打到谁身上。关宏宇，我不可能让你每回都跑掉的。我要真想跑，你还会在京港见着我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现在我查出一些眉目来了。好，那你先把枪放下。 乖乖的跟我回队里，慢慢的讲述你都查到了什么。之前你杀死的那个安婷，跟陷害我的人有直接的联系。还有之前你们开掉的那个刑警叶方舟，他应该跟安婷是一伙的。我建议你们跟进一下这个线索。那王志革呢？王志革，他可能是临时被征召的，应该不是他们的固定成员。临时征召？你跟我哥不是破获了一起绑架案吗？新闻上说死了一个绑匪，事后你有见有人去找人质的家属要悬赏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有这么一股势力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杀绑匪的那股势力杀了吴征的一家5口，然后嫁祸在你的头上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关宏宇。 那天在楼道碰见你，没想到反应还挺快，身手不错。别动！要不这样，咱俩下车找个地儿再好好练一把，怎么样？关宏宇，不敢是吗？ 别动！营长，哟，刘队，好久不见啊！叶方舟，跟我们走一趟吗？来坐。等会儿，那怎么了，刘队？我违章停车了。你自己心里明白。来坐，走。哎，周队，我已经把他，哎。 应该是这栋。您好，您是物业的吗？不是，我是修管道的。那您在这工作多久了？3、4年了吧？怎么了？我们是京港来的，来这核查一个案子。您听说过这2年前有一起入室伤害案吗？入室伤害？没有，没听说过。那2楼201的业主您认识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是40多岁一男的，
具体叫什么我就不清楚了，你们可以去问我们主管。哦，那倒不用。这个人一直住这儿吗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反正自打我来了他就住这儿，没有换过人。啊，谢谢啊。嘿嘿嘿，别白吃了好不好？见着帅哥就亮证件啊！咱们干嘛来了？查案呢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该亮证件的时候不亮。哦，你好，我们是从京港来的，我们是想找您调查和核实点事儿。好好。哟，可是我上午有2节课呀，今天。没事，来得及。那行，那你们请进吧。打扰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随便坐。随便坐，随便坐。还要上课？您是？哦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董乾，我一直都在江州职业技术学院任教。不好意思，打扰您工作了。我叫关洪峰，这位呢是周书同警官。我们找您呢，主要是关于2年前的一个案子，想跟您核实一下。2年前的9月15号。是的，您对那天的事儿还有印象吗？印象有，应该是有，因为每年的9月15号呢，我们学院都会举行一次运动会，所以那天我应该是一大早就去了学院。这几年了，我都是担当田径项目的裁判。那运动会一般是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应该是傍晚4、5点钟吧。不过我不会待到那个时候，因为田径项目呢一般都是上午就结束了。我中午在学院吃个午饭，下午就开溜了，就当给自己放半天假。那中午您离开学校后，我去了法西路的一个果园市场，那果园市场很不错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壶就是我当时淘到的，它虽然是个赝品吧，但是做工还比较精致。那您大概是几点回的家呀？几点回的？这个我就记不大清楚了。不过肯定不会超过7点，因为我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。哦。江州啊，地方小，我平时呢不怎么上网，所以想了解天下事，我只能是看看新闻了。听您口音，不像是江州人啊。啊，我是老家是沈阳的，不过我来这边差不多也有6、7年了吧。二位就说这么半天了哈，我冒昧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到底想查什么呀？哦。我们在京港破获的一起案件中呢，据嫌疑人供述，在前年的9月15号，也就是在咱们江州，曾实施过一起入室伤害案。伤害，入室伤害！我的天哪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别说我这儿没有了，整个小区都没有听说过呀。这个人他是会不会记错了呀？关老师，您看。董先生，您这方面挺有品位啊！啊，让您见笑了啊！我就为这么点爱好，我几乎把我所有积蓄都给搭进去了。说来我也丢人，您别看我收藏红酒，但是我却不怎么喝，因为我酒量很差。嗨，那喜欢牛饮的呢都是酒鬼，也谈不上什么品位啊。哎，问完了没有？别耽误人董先生上课啊！没事没事，那就不打扰您了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的好的。果然是这个胡强在胡说八道。关老师，您是第一次来江州吧？那个周队说了，我们不用那么着急回去，让我在这儿多陪您玩2天。还有心思玩？这事儿明显有问题。哎，这案子有问题？您是说胡强？你刚才看董乾的酒柜了吗？陈列着一排收藏级别的拉菲红酒，05年的、02年的、2000年的、82年的，关键是还有61年，那都是葡萄生产年份最好的红酒。你知道现在一瓶82年的拉菲酒市价多少钱吗？很贵吗？不会低于5万，61年的就更贵了，差不多得30万块钱。
董乾一个老师，他怎么可能啊？说不准，人家就是家底厚，就是愿意花几十万块钱买瓶红酒收藏。不过按照他的收藏标准，我发现他还少一瓶90年份的，那也是葡萄生产最好的年份之一，而且比82年的还要便宜。据胡强的供述，他是用酒瓶子击打的被害人。那您是觉得他之所以少了90年的拉菲，就是因为……我问你啊，你还记得你大学毕业最后一场散打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6月几号来着？5月底。几点开始的？上午9点吧。那几点结束的呢？下午2、3点。结束完以后你去哪儿了？好像回了宿舍吧。那回完宿舍你又出去了吗？晚饭是在学校吃的吗？那吃完晚饭是回宿舍了还是出去了？我知道了，董乾不可能对2年前的事儿记得这么清楚。胡强没有说谎，2年前的9月15号，这个201一定有事发生。先别慌，继续向前走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看见前面那个腊月轩了吗？左转。哎，你们两个守着门口，你们俩去那边找。上2楼。右转，甩向你身后那个人。出来吧，大会儿就雪来了。来杯苏打水。别急，马上就好了。哎，干什么你？出来吧。看见你前面那个沙拉黑油了吗？那里有个后门，出去之后穿过小巷，在街口等我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分兵2路。你呢，去洪阳分局查一下董乾的资料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等董乾上了班以后，看看有没有机会非法入室，查查里边有什么重要的线索。最后一句开玩笑。关老师，我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一起行动比较好吧。再说我又没经验，我总怕一个人呢去洪阳分局查资料，说万一遗漏点啥呢？要不这样，我去洪阳分局，你留在这儿盯董乾，好吧？哎，关老师，关老师，我对跟踪也……行，同去同去。
这种事我要再说谢谢就没意思了。走了。多问一句，为什么要帮我？那你为什么打给我？直觉上我觉得你会帮我。我很欣赏你，或者说，是你们的直说。我晓得了，金刚来的哈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有规章制度的，啊，不是因为你们没有这个接受性，因为我们怎么办啦？我们就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能理解的。老百姓的隐私也是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你们村队的里面来讲，跋山涉水也是很多人的，但是老百姓不听的。哦，现在的共产制度这么方便，对那个传真，一点电话，他就讲把类似的，那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情吗？哎，我记得昨天晚上在火车上，你不跟我说你有个同学就是江州的吗？这你听不懂啊？你不给翻译一下？这个吧，我想应该就是不能给咱们查。好，知道。你们放心，往这边联系弘扬分局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传真一份那个介绍信过去。啊。行，那老关，你多费心啊。好。支队。叫什么名字？刘队，大家都是干这个的，就别走这些形式了。有什么要问的，直接说吧。都干这个的，你脸皮可真厚啊！当初你是怎么被支队扫地出门的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我跟你啊，干的不一样。无所谓了，刑侦的程序我总是懂的吧？你要是没什么问的，我就先走了。认识吗？这不是安哥吗？他怎么死了？怎么认识的？生意上的伙伴。什么生意？这些年我一直往城西边几个区的超市供应进口食品，安哥在食品检疫有些关系，你懂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安藤。是他真名吗？不知道。你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是在什么地方？莲石东路那家夜总会，大概5、6天前吧。我跟几个哥们在唱歌，中间安哥来坐了一会儿。有他电话吗？有啊。要记吗？把电话给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用告诉我，我知道，你们没有权利检查我手机。你今天为什么跟踪周队？我别给我装糊涂！从金港站到宁远门，你一直都在跟踪周队。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，我碰巧看到周队有些麻烦，怕他应付不来。毕竟当初大家都是刑侦的弟兄，关键时候我还能搭把手，不是？碰巧，这里边都有你的事儿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知道书童为什么讨厌你吗？不仅仅是因为当初你为了重新成家生子而抛弃了他和他的母亲，也不单单是因为当初你一意孤行把她的男朋友从刑侦支队扫地出门，而是因为你在骨子里面就是一个乖张、暴力、无法正常沟通的老家伙。你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有些可怜，无论是在你的私人情感当中，还是日常工作当中，你都显得特别的
无能。女儿的怨恨你无法化解，而面对一个良好市民，你也只能拍拍桌子。听我句劝，早点退休吧，别在刑侦支队里面丢人现眼，遭人讨厌。你。得，师妹，领导都走了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撤了。那您留个电话号码吧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我再联系你。还有就是，最近一段时间不要离开金港。好啊。刘队，是他的手机号吗？马上去查。好。刘队，其实你也没有他说的那么糟，别放在心上。呀，周队，送你句时髦的话，不作就不会死。安藤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这个董乾实际上是沈阳铁西区的人，他在友岸化工厂工作了近10年，6年前才迁居到江州的。他为什么离开沈阳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在他离职的前1年，他的化工厂发生了化学品泄漏事故，死了2名工人。事后，除了死者家属，还有当值的工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赔偿，包括董乾。事故报告上显示，他当时是车间主任。能让他来这个地方安居，那看来这笔赔偿的数额不小啊。他还能收藏名贵红酒呢。当初我舍友就跟我说，这儿的房子不贵，6年前应该更便宜，没准儿从酒架上拿1瓶红酒就能换1套房子呢。他结过婚吗？结过，但是离开沈阳的那1年就离了，没有孩子，父母也都还健在。前年迁到了湖南新区。那他有什么犯罪记录或者前科吗？好像没有。从他的背景资料上看，都还挺正常的。哎，帮我倒杯水。怎么不接啊？哎，男朋友查岗啊，我要不回避一下？没有，不是。叶方舟。对，您之前是他领导。啊，没错，当时确实是我签字开除他的。您当时的决定应该是正确的。我觉得你们俩不是一路人呐，怎么会走到一块儿去呢？还是离这种人远点吧，他不简单。我没有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洗洗睡吧。明天早上咱们再去一趟东花园小区，我得好好再问问这个东西。哎。
问问，红宇刚发了一个空白短信。那应该是确认环境已经安全了。打开它。喂，哥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现在暂时安全了，我在崔虎这儿呢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你还有心思问我？你就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。我这边的事我自己处理啊。哎，不过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。怎么了？这周巡肯定让周书童盯着我呢吧？啊，这周书童以经费不足为由，在酒店就开了1间房。我现在跟这丫头住在1间房里边，你说我是想办法躲开她呢，还是我就将计就计，出卖色相，换取片刻自由啊？啊！都这个时候你还拼什么呀？啊！另开房间肯定会让周迅更加的怀疑。至于第2方案，我建议你跟亚楠请示一下。得，我明白你意思了啊。那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是肯定得单独去一趟南山军区。如果包一个车的话，几个小时应该打1个来回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今天晚上就动身过去，到了那边以后咱们正常交接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边事儿你就别管了。你过来干嘛呀？人生地不熟的，风险太大啊！可是你怎么摆脱周书童啊？这小丫头片子能难住我吗？你就放心吧，随时电话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那好吧，你自己多注意点。暂时沿用现在的空白短信，然后我们这边会用安全线路给你打过去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就这么着吧。哎，你怎么还没睡觉啊？哦，我突然又想起几个问题，所以就翻翻资料。你洗完澡还穿着正装睡觉？嗯。关老师，物业的监控显示，董前傍晚5点就出去了，之后再也没有回来。给他打电话了吗？打了好多遍，他的手机一直显示是关机。别敲了，去楼大河门口看看有没有监控。哦，好。都没有，应该只有小区的正门口还有几个消防通道安装了监控。那，哟，这家人也太马虎了，门都不带锁的，咱们进去看看吧。哎，把门关上。关老师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联系一下弘扬分局的人呀？关老师，屋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少，衣服还有鞋帽都还在呢，洗漱间里的洗漱用品还有剃须刀也都还在。哎，我觉得他根本都不像是出差或者旅游的样子呀。不，少了这个。江州市局已经交代弘扬分局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们调查了所有火车站还有机场的出票记录，没有发现董前离开江州的迹象。不过通过监控，我们发现昨天晚上6点，董前的车经过宁通高速的蒋王收费站。我们现在正在朝那个方向搜查。有任何证据显示董前涉嫌犯罪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把案子交给江州警方不是更好吗？
毕竟那是人家底层。这事儿我觉得恐怕没那么简单吧。虽然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，但是通过我们走访董前发现的疑点，再加上他事后莫名其妙就失踪了，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继续调查下去。那你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要不你把那个胡翔给押过来吧？什么？我想让他过来指认一下现场，我觉得他没有说谎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快安排。好。接着说。您在美式广场找到那支5.4式手枪，是一支批准报废的枪支。我在销毁清单上查到了序列号。序列号还在？不在了，但是弹道记录有备案。这枪上背着什么案子吗？那倒没有，只是没有像清单记录的那样被销毁而已。这把枪跟之前王志革夜闯警局，还有安藤死之前用的那把情况一样。很少听说报废枪支流到社会上。你是说，关宏宇？不是关宏宇的。可这支枪，不就是在关宏宇逃跑的路上找到的吗？如果是关宏宇的话，他没有必要在公交车上抢我的枪。那时候对，您的意思是当时在美式广场还有其他人？老刘，昨天你半道上截下了叶方舟，跟着我和关宏宇的，恐怕不止他一个人。关老师，往南通方向还有很多个出口。目前我们的计划是沿着高速的主干道找下去，同时联络各高速的出口收费站调取监控。这个出口怎么没有收费站？哦，这是一条去那山的废弃公路，后来从征夷到那山有一条直达的旅游快线，所以呢，这条路就没再修了。这个那山是旅游景点吗？征夷市政府是这么规划，其实啊，就是几座种植茶叶的山，没什么可玩的，压根就没怎么开发。行，你跟咱们弘阳分局的同志继续往下找，我下这边溜达溜达啊。哎，我们一起去啊！这是高速的中段路，你一个人来来回回的多危险啊，是吧？我回头接你也不好接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开一辆车去那边转悠转悠，我们开另一辆，继续去搜查一下街道。咱们保持电话联系吧。好的，谢谢你啦。麻烦了，麻烦了。哎，没事儿。不过啊，关老师，您为什么非要往那个方向去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董钱，出门不拿行李，也不带金银细软，就拎了一瓶酒。走。叶方舟这小子，到底牵扯了什么事儿，我说不准。但我坚持认为，关宏宇和他们是一伙的。至于关宏宇逃脱之前把枪扔掉，那可能另有原因。这个，刘队，枪支上提取到的指纹确实不是关宏宇的。那是谁的？还在筛查。老关在江州的那边案子有了新的情况，我恐怕得过去一趟。至于这边，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确实有一伙人和我们一样在找，甚至在追杀关宏宇。再就是，那把枪不会平白无故的被扔在那里。关宏宇能在重重包围下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封锁，他也不是一个人。从昨天开始，我们2个队一直24小时轮流监控叶方舟。从围捕行动开始，高亚安呢一直也在监控状态。关宏峰和彤彤在江州，那还有谁啊？不清楚，但肯定是有人在帮他，而且是个高手。小文，怎么每次一见着我就一脸积极斗争呢？周队长每次莅临法医室，不是有新尸体送给我，就是来催验尸报告的。这2样都没办法让我高兴吧？说吧。
什么事儿啊？没事，想请你吃个饭。有话直接说嘛，何必献殷勤呢？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？啊？招我讨厌的事儿，你不是都让刘长勇代劳了吗？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关于孩子的事儿。你别说的跟咱俩有过什么事儿似的啊！你怀孕这事儿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根本就不是秘密。你看这肚子越来越大，怎么着也得7、8个月了吧？想没想过产假的事儿？像你这种情况，没结婚就生孩子了，按照正常的流程是不可能批给你的。那批不了，大不了就不干了呗。别呀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想办法，不可能把你逼到这条路上。那我就提前感谢一下周队了。你就这么对我冷嘲热讽吗？啊？不过我希望你能明白，你是咱们支队的人，维护你和抓关宏宇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周璇，有的时候真搞不懂你。什么？搞不懂你到底是个正直的警察呢，还是个虚伪的混蛋呢？晚饭依然有效，商量的话下班见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也有点搞不懂你，为了一个关宏宇，值吗？看什么看啊？干活啊！这轮胎叶至少20公分吧，轮间距也在1.2米以上。董卿开的什么车来着？奥迪的 A4L。顺着方向走，往里看看去。您说这董钱他为什么会？总之，我现在是一头雾水，完全不知道现在在查什么呢。所以一定要找到这个人。从之前的记录来看，董钱的生活一直很规律，也很普通。就因为我们从京港过来找他做了一次简单的走访，他就做出了如此反常的举动。不管这事儿背后的真相是什么，似乎都有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。所谓上不了台面，也就离犯罪不远了。这是您作为一个老刑警的敏锐嗅觉吗？什么老刑警？我还年轻着呢。总之，胡强在2年前敲碎过一个人的脑袋，这事儿必须得有个说法。这该往哪边走啊？往哪边啊？往这边。哇，关老师，这路面上连轮胎的痕迹都看不出来，您居然看什么轮胎印啊？都看见车了。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
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不悔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，请勇敢一杯，逆风踏理想，一光三黑，开往白天的夜，有没有终点？星光凋谢，迫在眉间，轰轰烈烈，代价不限，谁向谁妥协，谁跟谁告别。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无悔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，请勇敢一杯，逆风踏理想，一光三黑，开往白天的夜，有没有终点？星光凋谢，迫在眉间，轰轰烈烈，代价不限，谁向谁妥协，谁跟谁告别。开往白天的夜，